这地方真的，我感觉完全不会有游客来，让人觉得特别的心旷神怡。这边的这些店，刚看了一下，都写的是售卖三明治，已经快成化石了。这条街真的很有末日废墟风的感觉。果然，离开的时候天就晴了。今天的天气真的不错。从酒店走过来大概5、6分钟吧，其实还挺近的。等一下是7点02分的车，从这里出发。离开了高知县东部的安艺市，按理说应该继续前往4国中的第4个国爱媛县，但因为高知县本身面积在4国中居首，达到约7000平方公里，且东西走向，以环4国的方式来看，要直接绕过高知县前往爱媛的话，路程会非常长。另一方面，老宋在之前的视频中也谈到，本身对于一条铁道线的终点站会非常好奇，很想去看看，所以这一次的下一站选择了高知县西部地理位置非常偏僻的宿毛市，而这里也是土佐黑潮铁道宿毛线的终点站。这边已经很靠近高知龙马机场了，所以就可以看到有飞机。到后面站了，要在这一站换乘。这站的名字挺有意思的，叫“ごめん”，跟日语当中“对不起”的那个发音其实一样的。ごめんなさい，大家应该听过。唯一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是，如果是“对不起”的话呢，它的发音应该是ごめん，一般应该是平调。但是我刚刚在车里面听广播，它这个发音呢是ごめん，所以其实有一点点声调上的不太一样。4万石中村的特急，我等一下坐的就是这辆车，8点10分。高知县真的是很大，现在差不多要穿过大半个高知县。这趟车是从高松开过来的，很多人到高知这边就下车了，连接2个大县。到八川站了。今日も土佐黒潮鉄道四万の黒潮ラインを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列車は特急四万十1号中村行きです。还剩1站就到中村站了。中村站是4万石市的最大的车站。如果大家要去4万石市的话呢，就要到中村站。所以这辆车它作为特急从高松发出来，终点站是到中村，还挺长的。刚换乘的时间有点短，差点没赶上车。司机都已经启动了，然后又帮我把车门打开了。小地方还是有一定的通融性的，如果是在大城市的话，肯定不行。
今天的行程终于结束了，到素毛站了。这也是土佐黑潮铁道的终点站，这条铁道线的终点站到这儿就没有了。欢迎来到素毛。这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一些的感觉，应该是有2个出口。站里面倒还挺大，外面真的就还是挺荒凉的，像是一个电器店，然后远处有一个银行，一个加油站，然后有一个全家的便利店，然后左手边这边橙色的地方是那个帕金锅，就是打小钢珠的地方。然后在远处就是四周就是山了，完全是小镇的氛围。不过我挺喜欢这种小镇的风格的。素毛这个地方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甚至都没听过，就算听说过，一般也搞不清楚在什么地方。而且日本的地名很多时候读法都会比较特殊，大家有机会可以问问周围的日本人，如果不查询的话，估计很多人都不会念这个地名。看了一下地图，这边走过去大概要10分钟的时间吧。周边就是农田，然后这还有一个大的超市，感觉这边好像比昨天的地方温度要低一些，但是阳光比较好。这边有到雨河岛的巴士的，这地方真的我感觉完全不会有游客来。我觉得日本人别说是外国游客了，连日本游客，日本人估计都不会来这儿旅行。我估计很多日本人，你要跟他说你去 Tsukumo， 他肯定什么地方在哪儿，都会有这种反应。这条路我感觉应该是国道吧，两边有一些这种餐厅 ski 啊。我看到了，今天订的酒店就在前面这个地方，叫秋泽，它后面好像写了一个叫秋泽别馆，前面这个应该是新馆。那个别馆看起来怎么很像是已经废弃多年的酒店，那个字儿已经都斑驳了。刚跟酒店里面打扫卫生的阿姨聊了一会儿，然后她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说推荐我去什么地方，说有一个综合运动公园，今年可能有活动，然后我查了一下，要9公里多，根本走不到。然后这个地方它往前走的话，有一个岛叫大岛，然后打算去那边看一下。完全就是在山下田间的一个小镇，不过看起来该有的生活机能应该都是有的，这些基本的吃的什么都有，然后餐厅、酒店都有。而且今天散步其实挺舒服的，没有特别热，阳光还挺好的。这家酒店看起来比刚刚那家要好一些，我觉得这家酒店看起来更舒服一些，更新一点。刚那个真的是有点太老旧了，不太推荐。这也是一个帕金锅，也是一个打小弹珠的地方。这种小地方什么都可以缺，但是帕金锅真的缺不了，再小的地方都有。往前稍微走一点，旁边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松田川，前面应该就是到松田川的入海口了。再往前走有一个叫大岛的地方，可以过桥走过去的。据说那边是一个什么度假地的感觉，什么椰子岛。然后这边呢叫海丰公园，果然海风挺大的。海丰公园。虽然真的是什么也没有，但是
让人觉得特别的心旷神怡，心情特别的舒畅。然后它这边还有这种玩滑板啊、轮滑呀、这种地方，现在没什么人。再往前走一走，差不多就到大岛了。然后呢，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小岛叫伊岛，就是旁边的这个岛。然后走着走着，我开始饿了，刚应该在市区那边先吃点东西的，不太确定一会儿到岛上有没有东西，有没有餐厅。这边好像是一家咖啡店，然后前面好像还有一家餐厅，这好像有一家烤肉店，哎，在哪里啊？哦，这家店就在这儿啊，看起来像民居一样，不像是一家餐厅的样子。环境挺好的感觉，很像是这种私房料理的感觉。看起来有一般的国产菲力，还有黑毛和牛。今天来个好点的吧。前菜的沙拉是自助式，自己在那边拿，然后就等着厨师把肉烤好。终于烤好了，今天点的是100克的黑毛和牛菲力。然后老板还专门把牛肉拿出来给你看一下，说今天是3重馅的牛肉。然后他给了芥末、酱油和盐、胡椒。黑毛和牛真的不一样，入口即化，真的是入口即化，稍微咬一咬，就在嘴里面化开的感觉。回去睡了一觉，现在基本上太阳已经下去了。小镇上人口也真的是不断在减少，很多这种房子都写的是租赁，很多店也都倒闭了。今天上午走了西边，现在往东边走一下。这边好像它靠近东速毛站，所以好像也有一片稍微的繁华一些的地方，然后有一些店，我查了一下，好像有一家店说是还挺有名的，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开。这里是速毛的警察局，速毛警察署。从这字儿应该也能看出来，这楼应该是有年头了。这应该是一家拉面店吧？这感觉好像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连锁的嘛。啊，本日终了啊，已经结束了，这么早，只做午餐的。这有一家罗森，我总感觉好像四国这边罗森更多一些。昨天也是好几家罗森，但是没有看到。全家倒是有，711真的是没有。这边的这些店，刚看了一下，都写的是售卖。这东西应该都已经是荒废很久了，很多沿途的两边很多这种店。你看这也是，这种店太多了。啊，这家蔬果小卖店还是开着的。这家店还亮着灯，以前是理发店，现在感觉好像是有一些什么钓鱼的，还是他自己的爱好，放了很多鱼竿在里面，看起来灯是亮着的。这些都是关门的。这附近有一些那种 snack 小酒馆，这栋楼里头应该也是这种小酒馆。这家叫夜来香，这家叫梦夜。这附近应该就是那种居酒屋啊、小酒馆比较集中的地方。不管多小的小镇，这些还是会有的，就当地人
晚上吃饭啊娱乐的场所。这叫名店街。哎呀，我找那家店好像就在这儿啊，但是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开门啊？哦，对，就是这家店，据说还挺不错的一家汉堡店，很便宜。哎呀，结果人家黄金周休息。我查 Google Map 上写的还是今天是开门的，结果人家也黄金周休息。名店街，这名店街也是真的是挺名店的。这要不说那家店是没有查到说那家店是开着的话，真的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废弃多年的小通道的样子，小仓库的样子，看不出来哪家店还在运营。虽然还有牌子，但是我估计这种感觉应该三明治已经快成化石了。真实看到还挺震撼的感觉。刚看到有一个人特别有意思，他在那个拉面那个旗的黄色那个旗的后面撒尿，然后呢，旁边明明就是个小公园，公园后面那个树后面就是厕所，搞不太懂，看起来还是个当地人，还是故意使坏还是怎么样，不愿意走这2步路，在那个旗子后面撒尿，他以为这条路大概是不会有人经过，结果好巧不巧就我从旁边走过来，他觉得应该挺倒霉的今天。旁边的房子里面钟表声响了。这条街真的很有末日废墟风的感觉，晚霞，然后有鸟在飞，但是安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感觉这些房子里面都没有住任何人，空荡荡的街道，哇，真的是。怎么可以安静到这种程度啊？旁边这是个泽田医院，就只能听到鸟叫声。就感觉好像突然间一下子，整个世界的人全部消失了，只有我一个人一样。虽然旅程还没结束，但从感受上来说，素毛应该是这几天在四国走过的最让人觉得凋敝萧瑟的城市。规模不小，道路很宽敞，但设施少，景点少，而且几乎看不到什么人。连夜晚的餐饮区也是人影稀少。据说曾经市里还是有一家麦当劳的，但现在已经关店撤退了。年轻人迁出的多，老龄人口增加，城市活力逐年下降。幸运的是，到最后看到了一家貌似是中华料理的餐厅，口味非常正宗，不但能吃到煮饺子，而且皮薄馅儿大，咸香适中，麻婆豆腐也是滋味浓厚。跟老板娘聊了几句，果然是中国人开的，老家四川，嫁了日本人，说是已经来了25年了。孩子在广岛上大学，老两口在这里经营这家小店，来吃的基本都是当地人。我问他，住在这里不觉得荒凉吧？啥也没有。他笑笑说，都习惯了，也清静，周围人也都很好，没什么压力。让我现在去大城市住，我估计还真住不了。大姐反问我说，你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跑到这大农村来旅游。我说，一样，我也是来找亲近的。
你看多好，这不还遇到你，还能聊一会儿，多有意思，饭也吃得香。大姐笑笑说：“那好吃再来啊。”特别友好、特别热情的一个大姐。大家有机会来素毛的话，可以来尝尝这家店，挺不错的。过了桥之后，这边立马就是老房子了。